一口咔嚓脆甜，满载新西兰阳光。乐奇苹果与王一博的长期主义共振，最近刷手机，差点没被首页那声清脆的咔嚓给吸引住。没错，王一博正式出任乐奇 Rocket 苹果的全球品牌代言人了，而且乐奇京东官方旗舰店也同步上线。说实话，看到官宣海报和物料的那一刻，我第一反应是这组合有点东西。乐奇这颗来自新西兰的小苹果，主打的就是个头小巧、脆甜多汁、开盖即食。而王一博一贯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也是清爽、有活力、做事专注且注重品质。两者放在一起，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商业拼接，反而有种对位的契合感。我总觉得现在的品牌找代言人早就过了看脸就行、流量变现的粗放阶段，大家更看重的是气质共鸣和生活态度的同频。乐奇这次选它，显然不是随便拍拍广告就完事，而是想把那种随时享受新鲜、随时分享快乐的理念真正落到日常场景里。这种不疾不徐的步调，在快销营销里反而显得难得。海报上那句一口咔嚓脆甜，满载新西兰阳光，真的不是随便喊的口号。你吃过新西兰的苹果就知道，那里的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灌溉水源干净，种出来的果子糖分积累的特别扎实。乐奇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把这种自然馈赠做了高度标准化，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甜度、脆度、水分，甚至果径都有明确的数据支撑。我有时候跟做供应链的朋友聊天，说到生鲜电商，很多人吐槽看图买回来根本不是那个味。但乐奇敢把阳光和脆甜写进核心文案，背后其实是品种选育、冷链仓储和全程温控在撑腰。我个人挺欣赏这种不玩虚的打法。消费者现在很聪明，你拿数据和体验说话，人家才愿意掏钱复购。这颗小苹果确实把新西兰的干净空气和好天气稳稳地装进了一颗果子里，没搞过度包装，也没做概念堆砌，就是实打实的好吃。再说说它那个标志性的圆筒包装，一桶随身分享，和你乐在其中，这句话读起来挺有画面感的。以前买苹果，要么散装称重，要么整箱搬回家，吃的时候还得洗、削、切，挺折腾人的。乐奇直接做成独立小桶，开盖即食，放包里、塞车里、带办公室，完全不占地儿，也不容易磕碰。我觉得这其实精准切中了一个现代人的痛点，我们想要健康零食，但又懒得折腾，我们追求品质，但更怕麻烦。这种轻食化便携化的设计，不是包装噱头，而是真正改变了水果的消费场景。我自己试过一次，下午开会前随手带一桶，同事之间分一分，咔嚓一口，提神又解压。你看，一颗苹果能变成轻量级社交媒介，这背后其实是产品思维在升级。品牌不再只卖果实本身，而是卖随时随地的吃果体验，这种视角转换，挺聪明的。王一博在宣传片里说，很高兴成为 Rocket 乐奇的新伙伴，邀你和我一起享用这颗红润饱满、新鲜多汁的小苹果。这句话听起来挺平淡，但细品其实很讲究。他没有用那种高高在上的推荐或必须买口吻，而是用伙伴一起享用拉近距离。现在的年轻人早就反感明星硬塞过来的商业话术，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个懂生活、会分享、不端着的同路人。我个人觉得，王一博这些年从舞台走到片场，从偶像沉淀为多期创作者，身上那种专注、踏实、不浮躁的劲儿，和乐奇做水果的长期主义特别搭。农业品牌不像快消品，它需要时间沉淀，需要耐心等果树开花结果。明星愿意陪着你慢慢讲一个关于土壤、阳光和品质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诚意。代言不是终点，而是品牌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起点。这次官宣还配了个大动作，乐奇京东官方旗舰店同步上线。说实话，很多进口水果品牌在国内做电商，最容易踩的坑就是物流断链或者售后跟不上。京东的冷链仓储和配送体系，算是给这颗娇贵的小苹果上了道保险。我看过行业报告，生鲜电商的复购率70%以上取决于第一次收到货时的完好率和新鲜度。乐奇直接把官方店开在京东，等于把品控、物流、客服、会员体系全链条打通了。我挺看好这种品牌加平台深度绑定的模式。以前我们总说线上卖生鲜是伪命题，但现在只要供应链够硬，平台够稳，履约够快，水果电商完全可以做成口碑生意。锁定乐奇京东官方旗舰店 ，get 同款脆甜，这句文案背后其实是把消费信任直接交到了成熟的零售基建手里。走得稳，才能走得远。不得不提的是，乐奇时刻宠爱有礼这波活动节奏。很多品牌搞代言，就发几张海报，投个开屏广告，然后就没下文了。
乐奇这次直接把宠爱有礼做成常态化福利，比如会员专享价、积分兑换、节日礼盒、试吃装派发什么的，让粉丝和路人都有参与感。我个人一直认为，粉丝经济不是割韭菜，而是用内容换真心，用体验换复购。王一博的受众群体粘性强，消费力也不差，但大家现在越来越理性，你拿真诚和品质说话，他们才愿意长期支持。乐奇没搞饥饿营销，也没玩虚的限量，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同款脆甜送到大家手里。这种克制又务实的打法，反而更容易跑出长尾效应。营销的尽头是留存，留存靠的是每一次开箱的惊喜。现在大家聊养生、聊轻食，动不动就是超级食物、抗氧成分、低卡代餐。其实回归本质，一颗新鲜苹果就是最好的天然补给站。乐奇把红润饱满、新鲜多汁这几个词反复强调，不是随便堆砌形容词，而是想传递一种干净饮食的生活态度。我自己平时健身完或者熬夜赶稿之后，比起喝那些成分表比字典还长的功能饮料，更愿意啃一颗小苹果。它不复杂，但足够踏实。我觉得乐奇这次品牌沟通聪明就聪明在它没去卷科技狠活，而是回到食物本身的价值。当整个市场都在做加法、加概念、加标签的时候，敢做减法、回归本位的品牌，反而更容易被记住。健康从来不是玄学，就是吃得干净、吃得安心、吃得愉悦和你乐在其中这句 slogan， 我越念越觉得有味道。它不是单纯卖苹果，而是在卖一种共享时刻的情绪价值。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连吃个水果都经常是匆匆忙忙，边走边啃。乐奇想做的，可能是让大家慢下来，开一桶，分一颗，跟家人、朋友、同事聊两句。这种微社交场景其实特别珍贵。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有温度的品牌叙事。水果本来就是大自然的礼物，如果连吃它都变成机械化的吞咽，那多可惜。乐奇用一桶小苹果，悄悄搭建了一个分享、连接、愉悦的闭环。你看，好的消费品从来不只是功能满足，更是情感陪伴。它能让你在疲惫的日常里找到一个可以喘息的角落，这就够了。从行业角度看，乐奇这颗苹果的成功，给很多农产品品牌打了个样。以前我们总觉得水果就是水果，靠天吃饭，做不出品牌溢价。但乐奇用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品控、场景化包装、人格化传播，硬是把一颗小苹果做成了生活方式符号。我接触过不少农业从业者，他们最缺的其实不是好果子，而是把产品变成品牌的思维。乐奇证明了，只要愿意在用户体验上死磕，农业完全可以跑出快消品的增速。尤其是现在跨境冷链和数字化零售越来越成熟，新西兰的果园和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已经可以无缝对接。这不仅是生意，更是产业升级的缩影。把泥土里的东西做成都市里的日常，这条路走通了，后面的人就有迹可循。当然，代言只是开始，复购才是王道。王一博的声量能带来第一波关注，但能不能留住用户，还得看果子本身硬不硬，服务稳不稳，履约顺不顺。我始终相信，食品行业的终局是信任经济。乐奇现在站在风口上，下一步要做的，可能是把环保包装、碳足迹追踪、果农直采、可持续农业这些 ESG 概念做实。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在乎你背后的故事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尊重自然，是不是对生产者负责。我个人觉得，乐奇如果能把新西兰阳光和中国餐桌之间的绿色链条讲清楚，品牌厚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短期靠营销，长期靠体系，这句话在生鲜赛道尤其适用。风会停，但根扎得深，树就不会倒。王一博出任乐奇苹果全球品牌代言人，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合作，而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共振。从一口咔嚓脆甜到乐在其中，从京东旗舰店同步上线到时刻宠爱有礼，每一个环节都在告诉消费者，新鲜不该被将就，分享本该很简单。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边正好放着一桶乐奇，拧开盖子，咔嚓咬下去，那股清甜确实能瞬间唤醒疲惫的神经。其实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追求的不就是这种小确幸吗？一颗苹果能装下阳光，能串联人与人，能让人在快节奏里喘口气，这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你还没试过，不妨去乐奇京东官方旗舰店带一桶回去，和自己也和在乎的人一起分享这份脆甜。毕竟生活再忙，也别忘了乐在其中。